Hello，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呢要抽的全部都是字卡哦，我们做了这个全新的字卡，所以我们一组呢会抽出大概40张的字卡。好，那我们就直接来抽字卡咯。好，对方想要对你说什么呢？第一组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字卡。好，首先呢，哇，第一张牌是我们怎么走着走着就散了。好，第一组第一张开牌是这一句话耶，你们两个是这种曾经有过暧昧的关系，然后不知道怎么就结束了吗？或者是说你们两个是这种情侣关系哦，现在是处于一个冷战或者是说分手的一个状态。我感觉像关系曾经热络过，但是后来不知道怎么走着走着就散了，然后他也觉得这里面好像有一种无奈跟遗憾在里面呢。第二张牌，想念却不敢见，你是他一个很想念的人哦，但是要他鼓起勇气见你，他好像不敢。他这边说的他不敢，但是他为什么不敢呢？他可能曾经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或者是说他觉得他现在的状态还不够好，就是他没有勇气去看见你。也许你已经在他面前，在他的前面走了很远，蜕变成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样子哦。那跟你相比的话，他会相形见绌。也许他觉得他没有这么样子的体面，所以他不敢堂堂正正、大大方方的走到你面前。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张牌，好好照顾自己。他希望你可以好好的照顾你自己哦。第一组的朋友，虽然他不敢见你们，但是他希望你们无论如何啦，不管有没有他在身边，你们都要好好的照顾自己，自己的吃穿饮食啊，身体健康啊，尤其是心灵这个部分哦，你们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维持自己的平衡，要对自己好一点，不要太去逼迫自己，强压自己。好，你看见我的改变吗？哇哦！这个人呢，也许在你没有看到的地方哦，他已经默默的做出很多的努力，很多的改变。也许这个改变是在你们分开之后，或者说在你们断联之后，或者是说在你在专注到你自己的事业生活中的时候，他也在往他自己的方向努力哦，去达成他某一个心中理想的样子，或者是说他这些改变呢，是你之前跟他曾经提出过的一些需求，当时他没有听进去，或是说当时他没有回应你的需求，但是呢，他默默的记在心里，默默的把这些当作是他人生奋斗的目标，前进的目标，他其实努力的有去改变了。那他现在也许到达了某一个他觉得已经跟之前的自己是不一样的状态了。好，也许心态上更加成熟了，物质上更加丰厚了。你看见了他的改变了吗？他有点这样子期盼的看着你，但是如果其实没有见面的话，也许他会觉得你是不是有在关注他？你是不是有在默默注意他的讯息？那如果有的话，你是不是有看见这些日子以来他的一个变化呢？有很多事情你不明白，好，他觉得有很多事情可能你不是很懂，然后当时你们两个没有说清楚，也没有讲明白，所以你当然不会明白，因为他可能是一个有事情不说的人哦，有一些苦在他心中不说，他可能就是自己就下了决定，但是他没有跟你说清楚前因后果或者是来龙去脉。
也造成了你对他的一些误解，或者是两个人冲突的产生哦。我觉得这个人可能会觉得解释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或者是在他心目中，他觉得我下了决定就是这样，他不大想要再去征求很多人的认可，去解释说为什么我要这样做。那理所当然的，作为像对方的你们可能就会不清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也许他会觉得做这个决定对我们两个都是好的，或者是说他觉得他比你看得更远，或者是说比你想的更多，或者是说他有他的一些无奈跟压力，他不想要来影响你，不想要让你担忧，所以他有一些事情其实是没有讲得这么清楚，需要自己去意会的。我无法好好表达情绪，好，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事情你不明白，也可能是这个人的这个表达能力，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去表达他心中的这个想法跟情绪，特别是情绪的部分哦，所以两个人之间也许会有这种闹脾气、生闷气，或者是说他觉得他表达了，你没有接收到之后，他就会生气，把自己关起来，已读不回，避而不见哦。有一点是，就是你怎么都不能理解我，或者是我自己为什么没有办法去传达我这样子的需求哦？也许因为他这个人的面子吧，他觉得有些事情要由他来开口，有点拉不下脸哦。有些事情由他去道歉，好像明明知道我错了，可是我又没有办法去传达那样子的情绪给你。那他可能明明是疼惜你，但是他语言上表达却是酸你，然后或者是他明明很难过、很受伤，表达出来却是愤怒，因为他不知道要怎么样好好的表达他的情绪。好，他说有的时候他只想一个人静一静，有的时候他只想要安静的静一静，他是需要他自己的一个空间的，特别是说在他一个比较自我封闭、自我这个灵魂暗夜的时期哦，他可能不大想要太多人来打扰他、介入他、干扰他，他想要自己的一个空间哦，就是他在这个空间可以完全的放空，完全的放松。有的时候太多的关心、关怀以及关注对他来说是一个压力哦，他就是需要自己走过那一段他的一个迷惘的时光。好，这张牌的出现，我又觉得这一组哦，你们真的是有蛮多无奈的。两个人在感情中谁都没有错，那为什么走着走着就散了呢？是不是就是命运的捉弄？其实两个人是都很欣赏彼此身上的某一些点哦，可是呢，也许你遇到他的时候，他身边有人了，或者说你身边有人，或者是说你们两个未来的方向不一样。有的人要出国念书啊，或者是你们一南一北维系起来很困难，或者是两个人都有自己需要打拼的事业。那有的人还可能是因为家人的反对哦，命运的捉弄哦，人没有错，谁都没有错，可是也许时间是不对的，在那个时间点上，两个人都不够成熟，没有办法好好的去表达爱，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接受爱，所以产生了很多的争吵。命运的捉弄让你们相遇，却又让你们分开，感觉上是这样子。哇，爱到深处是放手，我觉得这个人有一点虐，你们这一段哦，好虐恋哦，然后有一点，这个人就是有苦都不说，很多东西都埋在心底，就是他宁愿让自己去承受，好像去疗伤，也不会说自己多痛苦。他很爱你，可是他觉得爱到极致，他却是选择放手。为什么他要这样做？我觉得他是不是觉得他其实不是你人生中最适合你的人？也许他觉得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没有那么的快乐，或者是说你会因为他的关系有很多的压力哦，或者是说你必须要因为他去改变很多。也许你们两个人是异地啊，你可能为了要跟他在一起，你要转换工作地，或者是要学习
融入新的这个文化，或者是融入新的一个家族等等的。好，也许他觉得这段爱对你来说是一个束缚，是一个压抑哦。可是他又没有办法放下他身边的一些框架、原则跟坚持。那两个人在磨合的过程中，如果很痛苦，很像很多坑坑碰碰，他看到你很痛很难过，他也很伤心。是不是放手对彼此比较好？那尤其你们可能也是蛮优秀的一群人哦，你在他之后会有很多的机会，是不是？如果他继续抓着你，或是抓住这段感情不放，其实反而是阻碍了你的前程，阻碍了你迎向更美好的幸福呢？我觉得他的这种放手不是不爱，所以他这边说有很多事情你不明白，也许我当时可能是他提了这个分开对两个人比较好。那我会觉得这不是一个他这不是一个借口，而是他可能真的这么认为，或者是说他觉得他还不够好，他没有办法有这样的物质基础给你一个好像很温暖的后盾吧。不管是他的情绪层面，或者是说物质层面，他觉得他都还不够厚实，还不够坚强。好。爱到深处是放手，所以有很多事情你们不明白，这当中一定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哦。希望你过得比我好，哇哦！所以假设是这个人当初主动的，就是提出分手断联，或者是说主动终止一段暧昧的话，我觉得这是他表达爱的一个方式，因为他希望你其实在他之后啊是可以过得比他好的，或者是说如果这一段感情哦是你们是发问着你们当初先主动说要分手的，然后对方其实我觉得他是同意的。那他同意说分手，并不是因为他不爱你，而是他想要成全你，他想要顺着你，因为他很爱你，所以你提出分手，他是同意的。他希望你的这个决定可以为你带来快乐，希望你过得比他好。那他希望你好好照顾自己，他其实就是以他的立场而言，他是希望你们是好好的，因为他其实内心对你是有爱的。好，走向有你的未来，哇哦！走向有你的未来，如果可以的话，他其实是希望能够走向有你的未来哦。所以说啊，他表面上放手了，可是内心还是期盼，会不会经由他的这个努力，他有机会有一天可以跟你并驾齐驱，或者是有一天你会看见他的改变，他也可以就是有机会走进你的未来，再一次你会为他打开心房，那他可以重新跟你和好，重新跟你释怀过去。那些错误啊，那些争执啊，就烟消云散了。他可以走向你，有你的这个未来，他是有这样子的期待的。误会无法三言两语说清，你们当中是有一些误会的。然后这个误会啊，也许这个结被种得很埋藏得很深了，这个结，揪了很多圈哦，要解开不是这么容易的，所以。有很多事情你们不明白，他又没有办法好好表达，然后也许这个梁子就越结越大了。有的时候一个关心哦，因为一些芥蒂，反而在对方的心中听起来好像是在质疑他，或者是说明明你是要表达就是对他好的，想要为他做一些事情，可是怎么听起来他却有一个很大的反应哦，跟你想的反应完全不一样。这个是因为之前的一些累积的误会、累积的伤害哦。也有可能这个误会指的是说两个人误会了彼此，曾经对彼此有不忠，但是这个可能是其中一方反应过度，可是。这种东西好像很难解释，好像越描越黑，所以不知道要怎么解释。我没能好好的守护这段关系哦，谁都没错，是命运的捉弄。也许他觉得他当时再勇敢一点，再坚持一点，或者是说
再冷静一点哦，不要那么冲动。他其实是可以好好的去守护这段关系，或者说好好去抵御一些外来的一些侵略的。可是他觉得他可能没有做得很好。好。这个人，我觉得他好矛盾哦，爱到深处是放手，但是又还能再爱一次吗？如果你身边没有人，他是不是还有机会呢？或者是说，当他改变了，然后你也改变了，两个人还有机会以全新的面貌再相见，再爱一次吗？这个也是他在心中的一个疑惑吧，一个疑问，一个请求。还能再爱一次吗？好，喜欢你紧紧抱着我。哇，我觉得这个感觉很甜呢，而且这个可能是你曾经对他做过的事情哦。好，你紧紧的抱住他，他可以感受到你的身体、你的发香，还有你呼吸的气息。脸贴着脸，非常的亲昵哦，好像两个人就是这样子可以合而为一，直到永久，是一个很美好、令人很感动，然后也非常触动他的心的一个时刻。他会回想到这个时刻，他非常的喜欢，感到非常的喜悦哦。好，他说，当时我们都不成熟，好。所以，也许真的是时间不对吧？那个时候的他跟你都不够成熟，没有好好的去处理感情中面对的问题，两个人都各执己见，希望对方能够听我的，或者说关系不顺利的时候，就会用。就是不是说想办法去让关系更圆融，而是会以破坏关系的方式来希望对方更加重视你哦。也许这个是他，也许这个是你哦。就是你希望对方更加重视你，但是你却是用一种破坏关系的方式让他看见你。有的人的情况是这样的。你恨我吗？好。他不够成熟，然后他没有好好的守护这段关系，你会恨他吗？其实我觉得你们应该不会，我还没准备好。他这边前面有说想见却不敢，想念却不敢见啦，因为他还没有准备好，一切来得太突然，哇哦！我觉得这个太突然，可能是当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事情哦，让整个美好的关系有一个转向，或者是说，我觉得你们两个有人是这种有了突然的重新联系的机会，重新可以在一起的机会，但是你又觉得为什么对方有一点退缩，有一点不是这么热络，他觉得他还没有准备好，太突然的再次跟你相遇，太突然的再次跟你联系上了，他觉得很突然，他还没有准备好，而且他觉得有很多现实层面需要考量哦，对他的世界来说，对你们两个的生活来说，他觉得有很多现实面需要考量，金钱也许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量点哦。两个人的金钱观有没有需要磨合的地方，以及他的这个物质的层面哦，他的这个现实的这个成就，他有没有达到他的一个理想？他觉得可以跟你好好走下去所需要的那些基础哦。好。是不是错过了好好沟通的时机呢？当时他可能没有那么成熟，又不会好好的表达他的情绪，那他有点想要问你说，两个人最好的那个时间点是不是错过了？是不是曾经在你们之间出现过一个比较好的时机跟机缘，然后那个时间如果好好的沟通，说不定这个误会是可以解开的。那现在已经事过境迁了，他有时候回想起，他是不是就这么错过了呢？他说他没有想到两个人会走到这一步哦，就跟开牌的第一张牌一样，不知道怎么走着走着就散了，谁都没错，是命运的捉弄。他没有想过会走到这样子的局面呢。
你好吗？我很想你哦。哇，这一组也许你们就是这一组牌的两个人呢是双方有断了音讯一段时间哦，他可能没有办法直接的跟你联络，或者是说你们的联络不是这么的频繁呐，就算有联络，可能也只是浅浅的这一种。对于你这个心中真实的想法跟真实的一个处境等等，他其实不好开口去问。所以你好吗？我很想你，他想要告诉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不知道你跟他做了什么样子的约定哦？他问你说，还记得吗？你还记得两个人曾经许下的承诺、许下的约定吗？对不起，是我耽误了你吗？好，他其实不知道这段感情对你来说，你会觉得是他耽误了你的时间吗？所以他前面有问说，你会恨他吗？也许你们是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牵牵扯扯，来来回回，分分合合，他会觉得说，可能走着走着就散了，没有给你一个很好的结局，没有给你一个你期盼中的家，没有给你一个你想象中的那个幸福的蓝图哦。你会不会恨他呢？你会不会觉得你的青春、你的人生哦被他耽误了呢？那么多的时间、精力、青春，你会不会有埋怨呢？他其实不知道他有点想要询问你们。好，那我们再看下一张牌哦。你很善良，在他心目中，你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哦。你们的心地很好，我觉得也可能包含了很温暖，很替他着想。你们有这样子的特质，他是知道的。那是一段很美的回忆哦，跟你在一起的那个时间哦，或者是说你们两个相处的那段时间哦，你们两个曾经有过很甜蜜的一个时间点，也许是在暧昧中，也许是一个很好的像亦师亦友的一段情谊啦，或者是你们两个就真的是一对恋人了。这样子的恋情对他来说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在他的人生中留下了很难以抹灭的这个记忆，想起来是很美的，有你。所以他的脑中有你美好的身影。你有对象吗？好，他问了这个。好，所以他可能真的并不是很清楚你现在的感情状态啦。好，他也许就只能默默的关注你、打量你，或者说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在认识新的对象，在网络上啊，或是有人介绍啊，或者是说怎么样子，你有没有在试图认识其他的对象，或者说你的身边有没有一个你觉得还不错可以发展的人了，或者是你已经有稳定下来的这个另外一半了，你有对象了吗？好。你有对象了吗？如果这个答案是有的话，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再爱一次了？如果这个答案是没有的，你们两个是不是还有机会可以再爱一次呢？好，哇，你是我人生中难以抹灭的风景，所以他说那是一段很美的回忆，就是你在他的人生中出现的这个样子，出现了这段时间哦，不管是长是短，反正就已经在他的人生中留下了一个很深刻的记忆哦，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抹去，在他的人生的这个风风雨雨啊，在这个直到他走到生命尽头的最后一天哦，他都会在心里留一个特别的位置给你，这个印象啊，不会随着日后层层叠叠的，因为其他人进入了他的生命中而把你们盖过了，是不会的。好，你还记得吗？那是一段很美的回忆，他记得，那你们还记得吗？那对你来说，他是不是也是你人生中难以磨灭的风景呢？在这个人生的漫漫长路中，你会不会都一直记得他？还是如果你有对象了，就慢慢的他就淡出了你的生命中？他好像不是这么甘愿，他希望你记得他，是吗？
好，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哇哦，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很矛盾的人，他不知道他怎么了。有的时候他可能觉得自己好像被困住了，困在情绪中，觉得懊悔，但是他好像行动又跟不上来，觉得自己好像被困住了。他好像一头受伤的小动物，或者是受伤的野兽吧。明明是想要去表达一些什么，却最后只能自己在原地嘶吼。他有时候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绪跟状况。明明没错，却先说道歉。好，这句话呢，明明没有错，但是却先说道歉的人是你们吗？感觉有其中一方是这样的，就是在这个关系中，有一方是比较软的，也许是他，也许是你哦。明明并不是你们的错，你们却愿意比较低下姿态来，就是为了让对方开心。你会先跟他说道歉，或者是说自嘲吧，就是让这个气氛比较缓和，或者是说这个人是他哦，他愿意为了这样，他愿意为了你们开心，他去讨好你们，说一些笑话，或者是说就是低声下气的跟你求和，委曲求全的，不论是哪一方哦，我觉得其实，在关系中啊，愿意去做这样子的道歉啊，好，愿意先退一步的人，并不见得是真的是他的错，而是更重视这段关系哦，因为他不会觉得说，谁对谁错是这么重要的，而是关系能不能够好好的持续下去，反而比较重要。而且，也许有的时候，有的人只是被另外一个人迁怒，他明明是因为其他人骂了他，或者是在工作上累积了很多压力，不开心，他回到关系中，他就会把这些情绪啊发泄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好像挑剔他，或者是说话很大声、不满意等等的。其实这并不是另外一个人真正做错什么，但是这段关系，我觉得，就是一进一退啦。有个人愿意先转还、先道歉，其实他是更重视这段关系的人。好，愿意先道歉的人，其实蛮重视这段关系的。有时候很被动，不要紧盯我。所以这个人，其实他不知道他自己怎么了。他有的时候很想你，可是他有的时候又很被动。他如果说，在关系中啊，你们紧迫盯人的话，他其实会觉得压力很大。可是如果你去忙你自己的，去玩你自己的，他又会觉得说，哇，你是不是不理我了？你是不是觉得我不那么重要了？所以这个人就是一个很矛盾的人。他有的时候，当他被动的时候，你就让他在自己的小圈圈里自己画圈圈，不要去一直好像想要把他拉出来吧。好。你很吸引人，这是理所当然的。第一组的朋友，你们很吸引他的目光，然后你们的性格很善良、很温暖。哇，他说他其实一眼就认定你们了。好，他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就觉得你这个人真的超级吸引他的，不管是你这个外表啊，或者是说内在的这个质地、这个个性啊，他都觉得哇哦，就是非常的。就是他要的那个人，一眼就认定了。喜欢你的笑容，哇，你们很善良，你们很吸引人，尤其是你笑起来的样子哦，我觉得他真的是这一辈子难以忘怀哦。他真的心中把你放在一个很深的位置。好，有很多话想说，那他到底有没有开口说呢？有很多话想说哦，这个。有很多话想说，这个写错字啊，有很多说想话。好，他心中有很多话想要告诉你们，也许是关于你们有多么美好，多么就是这段回忆对他来说有多么的吸引他哦，就是难以自拔的这种甜蜜哦，曾经一定是有的。但是事情发展难以预料，这个牌前面也有出现过类似的概念呢。怎么走着走着就散着？他好像也就是一切来得太突然，他没有想到你们两个是不是有这种突然的结束，或者是说突然的断联，大吵之后就分开，或者是说两个人就是被迫分开，然后
因缘际会，两个人又在各自的轨道上忙碌等等的，见面的机会就很少了。感觉这一组有这样子的情况，然后这种时空的距离啊，时空的阻隔也是有的。好，我们再抽最后2张，既相似又互补哦。所以在他的眼中啊，你们两个其实是有很相似的部分，所以你们两个灵魂之中有很多共鸣之处，你懂他的点，他也懂你的点啊，两个人沟通起来蛮开心的。但是呢，你们也有互补的地方，这个互补的地方也许就是两个人怎么磨合也没有办法磨合过去的，所以常常会有冲突，常常会有争吵，就是两个人如果互补的好，其实是互相支持，但是互补的不好，就会变成没有办法互相理解。好像他说他的，然后你说你的，两个人找不到一个交集点。可是你们两个相似的地方又非常的畅通哦，所以这个就是很矛盾诶，就是哇这一方面这么好，然后这一方面又要好像努力的去冲撞吧，或者是说必须要更去包容，更去理解。不知道你们是走到怎样的一个状态？好，你走进我灵魂深处。哇，第一组的你们在他的心中哦，真的非常的特别，不是这个表层的喜欢哦，只有喜欢你的外表，或者说只有喜欢你相处的感觉，你是时时刻刻真切走到他灵魂的深处，去触碰到他的心哦，好像去伸手摸到他心底最深处最柔软的那个部分。但是这个人很矛盾，他其实很害怕对你这样敞开，因为一旦对你敞开，他就代表说他有可能会受伤，他有可能会因为把自己打开而受伤。可能他在遇见你之前，他其实设下了很多的界限，他没有办法让其他人真正进入到他的灵魂深处。那因为他设下了界限，他跟其他人其他的异性的互动可能都是可以很周延的，很有礼貌的，然后也是非常的体面的等等的。但是呢，一旦你进入到他的灵魂深处，这个灵魂深处埋了很多东西哦，有小天使，有小恶魔，甚至他最阴暗、最脆弱、最不想要让别人看见的东西。所以你可能会觉得，怎么他对你特别的情绪化，怎么他对你有特别的，好像跟其他人有不一样的反应等等的，其实是因为他很害怕真实的自己被看见，他也很害怕自己会受伤。有的时候你走进去，他反而想要推开你，他想要赶快把这个门闭上，因为他真的不知道，就是把自己全然的托付给你，把自己的这个人生啊，最底层的这个秘密啊，或者是说把他最深刻、最真实的自己全然交付到这段关系之后，会变成怎么样？因为他就失去了这个主动权跟控制权，那他会觉得他的人生是不是失去了这个秩序哦？不是他理想中的样子，他失控了，他会很害怕这样子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在这段感情关系中，他一定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想要对你敞开，他想要走向有你的未来，可是呢他还是希望在这段关系中保有一点主控权。如果他完全让你毫无防备，就是他如果毫无防备的让你进入到他的灵魂深处，我觉得他其实会怕的，对，他会怕的。好，以上呢就是第一组的朋友你们今天的牌啦。我觉得这组牌中有很多的故事哦，两个人的连结是非常深的，而且我觉得你们的故事就是待续未完呐。假设你们现在是断联了，可是我觉得他一直在等待一个适当的时机回归，他正在改变他自己，正在蜕变他自己，他也在修补他自己灵魂的破洞，度过他自己人生中的一些漫漫长夜，以及他自己的一些人生的议题，他的方向。但是他心中有你的，而且他就一直希望有一个好的时间点，也许你们两个再次相遇，很多误会就可以被说开。但是就现在这个层面，他不会主动去推动这段关系，因为有一张牌是还没有准备好。我觉得他反而像是他会
一边充实自己，一边准备自己，一边让这个时间，一边让命运，一边让他的灵魂来指导他应该往哪一个方向走，有点像是边走边看，慢慢的在摸索，但是在心中啊又保有一丝丝对你们的期盼，以及对关系再次圆满、再次复合、再次重逢的这个期盼。好，以上啊就是有关第一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那我觉得这组牌这个还蛮感动我，很触动我。那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啊，都欢迎在下方留言。那就祝福选到第一组的观众朋友咯，我们下次见，拜拜。Hello，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呢要抽的全部都是字卡哦。全新的字卡，来看一下哦，对方他有什么想要对你说的，想说却说不出口的内心话，我们就直接来抽字卡咯。好，听我的话，我是对的。哇，我觉得这个人有一点大男人大女人主义哦，他希望在关系中他可以有一个掌控度，掌控这段关系的走向。也许他是希望他是属于关系中的这个领导者的角色，你可能要把你的权力让渡给他，你可能要让他去登上他那个国王皇后的宝座，你可能就是要顺着他吧。我觉得第二组的朋友，你们面对的这个人哦，他很喜欢人家听他说话啦。也许他在外面的现实世界、物质世界中，他没有办法去称王，达到一个登峰造极的位置，或者说他还在努力去达到他的成就，但是他至少他希望在关系中哦，他是一个国王，他是一个皇后，他是一个可以让人家去幸福的，或者是说他觉得他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他享受这种权力关系，他喜欢被捧，喜欢高高在上。好，我需要有人推一把。好，这张牌是什么意思呢？目前我不是很明白，我们再往下看下去，也许这就是命运吧。也许是说两个人在关系中哦，他需要有人去推一把，他才能够前进哦。就是他需要有人去牵线，他需要有人去穿针引线，他才能够去突破、去破冰。就是他需要一个燃料，他需要一个媒介，他需要一个动力吧。也许是他觉得，如果有一个人出现在中间，第三方啊，可能是一个贵人，或者是双方的朋友、双方的家人，也许这段关系的进展会更顺利一点。好，心有余而力不足哦，他觉得目前面对你，他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就是虽然想要靠近，可是他又觉得他内在其实没有这样子的能力去靠近哦，他内在其实有一些匮乏的，他自己也不够爱，就是他自己可能内心对于爱的感受也是匮乏的。那因为匮乏，他也没有办法再去爱你。也许他觉得他已经给了很多了，他没有办法再给了，心有余而力不足。好，有时我会故意惹你生气。好，这个人呢，他有的时候两个人在相处的时候，他可能会故意去说一些话，做一些事情哦，让你生气哦。有的时候可能是逗你的，跟你玩，想要看你生气的反应。可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他就是要故意刺激你，看你会不会在意他。他是故意的，我觉得他其实是想要看看你的反应哦。就是有的人是好玩，有的人是觉得你生气起来就是因为你在意他，他可能会去。不成熟的人，他可能会去搞一些小暧昧等等的，看你会不会生气。如果你生气，就代表说，你是注意他的，你是有在关注他的哦，你是就是你是把他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哦。失去后才懂得珍惜。好，这个人他要完完全全的失去过、痛过、走过一回之后，他才明白什么样才是珍惜一个人，他才会明白，
不单单只是这个语汇这个字眼表面上的意义，而是他深刻的去体会体悟了怎样才叫好好的珍惜一个人。那这个东西啊，需要他去经历过，他才会明白。夏虫不可语冰，就是他如果没有经历过，他就只是一个很片面的或者是很模糊的印象。他真的要经历过，要痛过，才会成长，才会明白。我知道我忽略了你最重视的事情。好，所以我觉得也许第二组的朋友啊，他做了一些让你们生气的事情，这可能踩到了你们的底线或者是说明明你跟他提过你很希望他做什么，或者是说你跟他约定好的事情，他忽略了，他没有做到，可能让你们很生气有的人朋友是因为这样子他踩到你的底线，或者是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忽略一些你们重视的事情，可能你们就选择放手这段关系放手这个友谊，放手这个暧昧等等的。好，我没有太多心力兼顾感情，所以心有余而力不足。我觉得这个人可能蛮忙碌的他的这个事业在一个上升期，他有很多需要去打拼，花很多时间精力在他的时间跟课业上。有的人则是因为家庭的困扰，他可能家庭中有一些变化外在环境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他需要很大的力气去让他的生活安定下来，稳定下来，所以他没有太多的时间跟心力去兼顾感情，去好像好好的发展一段感情，嘘寒问暖等等的。他可能回到家来就很累了，他就是只有休息，他没有太多的时间，所以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啦。当然他想，可是他真的没有办法分身乏术的感觉，他很疲乏了，他很匮乏了，他连自己都照顾不好了，后悔不贴心。他这一组牌中有很多后悔的感觉就是本来他可以好好的掌握住的，可是他却没有好好的掌握住，他失去了，他后悔了，他后悔他曾经可以做得更好，可是他没有。好，也许都是你们在配合他，在委曲求全他会觉得他有一点后悔。请原谅我没有处理得很好。这个人他说了，请你原谅他，他当时没有处理得很好。这个处理得很好，我觉得要看你们的状况。也许是他，有的人是这个三角关系，那他觉得他没有处理得很好，他可能没有跟前面那一位，或者是说正在进行中的那一位做一个很好的切割，他没有好好的对待你们。或者是说呢，你们之间的冲突事件他没有处理得很好，他好像就是避而不谈，逃避，或者是说分手的时候这个人没有说清楚讲明白，他没有好好的去跟你们沟通啦，就逃避啊，消失啊，联络不上等等的。有一件事情他一直耿耿于怀，他没有做好，他没有好好的处理，可能也是你们很重视的一件事情好，你很特别，哇哦，在你们心目中，在他心目中，你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很特别的对象，很特别，与众不同，跟别人不一样，就是很容易就吸引到他的目光了，很容易就在一群人中看见你们了。他就觉得你好像就在一群人中发光，然后吸引着他，他就是就是不由自主的向你们接近。好，沉默太久，连主动都需要勇气这个人，所以他需要有人推一把嘛，也许是有一个朋友的牵线，或者是说有的人就是告诉他，有的朋友开导他，你需要主动一点，你不要再沉默了，或者是说他就是需要一个动力啊，突然开窍了，就是咚的一声，他好像就知道该怎么样前进了，不然他目前就是好像一个沉默、安静、静止的一个状态
那他心中也没有勇气，不止没有勇气，我觉得他连时间跟精力都没有，他没有办法兼顾感情。所以这一组的你们面对的这个对方，他有好多匮乏，时间上的匮乏，还有精力上的匮乏，勇气的一个匮乏，有的人可能还有金钱上的一个匮乏，他需要有一个贵人吧，需要有人来帮助他走出匮乏的一个困境。好，我知道你也不容易。好，我觉得这句话中有很多心疼的这个意涵在里面呢。第二组的你们可能也自己正经历过人生中的一个巨变，人生中的一个灵魂暗夜，一个好像漫漫长路看不见尽头的一个隧道哦。然后你们可能正在经历，或者说已经经历了，已经蜕变完成了。他知道其实你一路走来也不容易，也很辛苦，你也在你的人生岗位中坚守，并且努力去奋斗，努力去面对很多外在的好像攻击、竞争跟这个侵犯吧，你们好像就是要很努力的在守住自己的城堡，守住自己的世界，以及很努力的在人生中去寻找自己的方向，自己的依靠，自己的家。在感情这条路上啊，他知道你们也很不容易，你们一直以来啊，就是跌跌撞撞，越挫越勇，但是从来都没有放弃过。你们就是经历了很多，他都看在眼里哦，他有很多的心疼你们。我有试着接住你的情绪，或者说他曾经有试着接住你们的情绪哦。如果是一个过去式的话，那他曾经有试着想要好好的接住你的情绪。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受得到，就是当你们哭泣的时候，当你们难过的时候，当你们抱怨的时候，或者说当你们低潮的时候，他有试着想要成为你身后的那个支柱，接住你，让你不要坠落，他有想要在雨天为你撑一把伞。好，他有想要张开双臂来保护你，他曾经有试着要做这件事情哦，然后他告诉你们，他特别告诉你们这件事情，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见他曾经的这个努力呢？虽然他可能有一些地方不贴心。好，想起你有点心神不宁哦。好，明明他就已经很累了，他生活中有很多事情要顾啊，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你又让他分神，就是如果他现在再去投入这段感情，我觉得他可能觉得哇，我整个人生要大乱了，因为想到你，我就是心神不宁啊，会不会我在工作上又出错，或者是说我在面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试，人生的一个关卡，或者是说很重要的一个升迁，但是因为要处理你的事情，然后他就会觉得他没有办法兼顾哦，他会不会因为感情方寸大乱，然后人生变得很糟糕，然后一败涂地？那他失去了这个学业上的成就，他未来会不会就是要花很多时间来弥补，或者是说他因为感情方寸大乱失去了他的这个事业之后，他会不会也失去了感情，因为他的基础就被瓦解了。我觉得他其实蛮担心的就是因为这段感情对他来说他太在乎了，太重要了，那他会心神不宁啊。可是这个心神不宁其实对于他的这个人生没有办法好好的稳定跟平衡，对于他的人生他其实是很害怕的，他也觉得他不能够这样，所以呢，他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再兼顾了，不然他又要心神不宁，好像你们就是会一直引起他内心的波动，就像这个月亮跟潮汐一样，你们一出现，他这个内心又不能平静了。好，我还没想好怎么面对你们，他需要有人去开导他，牵引他，他也还不知道此时此刻要怎么面对你们。好，而且他说他还没有完全的放下你，他心中还有你，他没有完完全全的放下，即使表面上他可能已经淡出你的生活了，他可能很冷淡了，你们可能有的人互相封锁了，或者是说两个人就是从暧昧退回朋友的关系，可是他好像内心中又没有完完全全放弃这一丝的可能性哦。他虽然不说，可是他心底他没有完全的放下，或者是说他正在放下中。
越认识你，越发现你的不同的面貌，所以你们很特别，你们的个性是很立体的。他可能一开始对你的印象是这样，深入发现之后，其实你有很多的层面，你们好像是一个宝藏，是一个花园哦，秘密花园。他想要去里面探险，去寻幽访胜，去看见你们更多的美好，所以对他来说呢，你们是一个很丰富的人哦，你们并不是这种无趣的人，你们很有趣，然后你们有这种有趣的灵魂，他跟你们在一起总是可以学到一些新的东西，或者是知道一些新的事情，他觉得你们真的很特别。好，接下来我不觉得我有错我觉得第一张牌就说啦，听我的话，我是对的。这个人就是真的有点大男人跟大女人啊，他就是表面上的这个尊严呐，他的这个位置啊，他一定要维持住。你要他低声下气跟你道歉，有点难哦。他可能会用迂回的方式，就是可能请你吃饭啊，送你礼物啊，或者是说煮东西给你吃啊，或者是就是用其他方面来弥补他觉得他犯了的这个错，可是他不会直接的承认，直接的直球对决跟你说啊，这件事就是我的错，抱歉，请你不要生气。他会用比较迂回的方式。我无法完全征服你，他这个人是有一个征服欲跟占有欲的哦。他呢觉得你啊很特别，特别到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完完全全的掌握。虽然好像两个人在一起了，但是他又觉得怎么跟他想的不一样。他可能觉得你就是应该要好好的听他的话，被他掌握，然后服服帖帖的顺从他吧，然后崇拜他，听他的话，然后两个人关系这样顺顺利利的。可是你其实就是因为你很特别，你有你的主体性，你有你的思想，他被你们所吸引，但是他又想要掌控你们，他最后发现他没有办法完全的征服你们。其实你们的光芒很耀眼，他没有办法去掩盖过遮过你们的光芒，他一方面被这个吸引，一方面又想要去主导这个光芒，主导你们的这个闪光点。他最后发现他其实是无能为力，他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征服你。好，见证过，或者是说正在见证彼此的美好，你们两个都看见对方身上的闪光点、优点，而且互相的欣赏，互相的发掘、开发、探索，尤其是对方的性格、对方的身体，然后你们都觉得两个人可以在这段关系中到达一个巅峰、一个高潮，这个美好真真实实的触动了彼此的心，非常的甜蜜，非常的浓烈吧。两个人都见证过彼此的美好，他看见过你的好，你也看见过他的好。好，下一张。不要试图改变我，请认可我吧。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种呼求、呼唤你们，就是他不希望你们试图去改变他、影响他，就是偏离他原本的位置、轨道跟想法哦。请认可我吧。与其改变他，他更需要你去尊重他的决定，并且认可他的决定，支持他的这个人哦。因为当你试图改变他，他会觉得你是不是在质疑我的决定，质疑我这个人哦，质疑我的方向。他好像觉得你改变我，其实你就是否定了我的这个人，否定我过去的这些努力，否定我的想法。然后刚刚说过嘛，他就是一个要听他的话，他都是对的。他是一个大男人，他是一个大女人，他要在他的世界中称王称后。那你怎么可以试图去改变他？而且他都已经觉得他没有办法征服你了，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在关系中称王称后了，他会就是心里已经很闷了。然后如果你又试图要改变他，他觉得他好像泄了气的皮球吧。那他的价值在哪里呢？他在这段关系中得不到他想要的那个权力位置哦，他得不到他想要的崇拜，他想要的肯定，他想要的支持。所以其实你们有看见他的需求了吗？他不想要被你们改变，就是你要他可能这里要精进一点啊，或者是说那里应该怎么做，要怎么样子的配合你们呢？他其实我觉得他比较希望你们去配合他，你们去认可他，你们去支持他。好，
你是我没有经历过的风景，所以你们很特别，真的很特别。越认识你，越觉得你有很多丰富的层面。你是他人生中没有看过的一道美景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是只有你而已。在他的这个生命历程中哦，他经历了你，他很惊艳。我相信你是重视这段关系的。好，这个人他有点嘴硬，他不说我是重视这段关系的，而是我相信你是重视这段关系的，所以你应该会听我的话吧？你应该不会试图改变我，你会支持我，你会认可我吧？然后他可能也有一点说，我相信你是，但是你是不是？其实我内心也有点害怕，不知道你到底是不是。好，但是我觉得他讲这句话也是要自我疗愈、自我肯定、自我告诉自己说：好，你是重视这段关系，而且我要相信你是重视这段关系的啊！你们也有倔强的一面，是不是？他说你们也很倔强啊，不要就说他是大男人大女人，你们有的时候也是很硬所以会不会就变成硬碰硬？他没有办法征服你们，他有的时候会觉得啊，好生气哦，为什么就是没有办法顺心如意呢？但是很生气又觉得没有办法放下，因为你们就很特别嘛。他这么特别，这么想要征服，但是他却没有办法征服。你们也是有倔强的一面，不服输的一面，任性的一面。好，谢谢你陪我走过，我觉得彼此陪彼此走过啦，彼此都见证过彼此生命中那个很美好的历程哦。两个人都有共同的回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记忆，这个是很就是怎么说呢，很无法取代的。因为这段时间就是你跟他在他的人生中的那个时间点，可能是几岁到几岁，或者是说的那几个月，不知道你们的时间是长是短，可是那段时间就是你跟他这个位置哦已经被占据了，所以没有任何人再可以入侵跟替代。看不见的地方默默掉泪，这是牌中比较软的一张牌哦。前面我觉得它都比较硬，但是虽然是软，但是它的这个软哦是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觉得你看得见的地方，它绝对都是有一个样子在哦，有一个体面，有一个就是他希望它呈现出来的那个形象哦，可能是完美的，可能是占上风的，可能就是国王皇后，可能就是王子公主等等的，但是在看不见的地方，他默默掉泪，独自掉眼泪，独自难过，独自承受，很硬的一个人呢。我不懂你了，出现了这张牌耶。好，也许事情的发展跟他当初预料的不一样，也许你们在关系中一直以来都是以同样的方式来面对他，可是你们突然有所转变了，有所改变的，也许过去他都觉得他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你哦，可是他发现他用同一个方法好像行不通了，你们没有办法被他掌握了，或者是说他其实也不懂你们了，他可能觉得他过去是懂你的，他知道你在想什么，他能够推论出，你接下来会怎么做，好，你会有什么样子的反应。可是呢，你好像有所改变了，你跟他有了不一样的对话哦，然后你有了好像认识了新的人、新的人生，开展了新的生活。他说我不懂你了，你好像跟我之前认识的那个人、想的那个人是不一样的，我好像越来越不能够去掌握你跟熟悉你了。就是记忆中的那个你跟现在的你，也许他会觉得有一些不一样了。请继续向前走。好，请你们继续向前走。好，我觉得这句话不仅是对你说，也是对他自己说，两个人都继续的向前走，走在自己人生的道路上，好好的走下去。而如果有一天呢，你们有机会再次相遇，其实都是奠基在彼此的
这个新的发展跟新的基础上，所以我觉得这个人是希望关系可以不断的前进，不断的进步，两个人都可以越来越好，或者是说1+1可以大于2。我觉得他其实也会继续的走，他说请你们也继续向前走，继续去经历自己的人生，然后继续去学习，继续去看见，或者说继续去寻找自己，探索自己等等的，你就继续的向前走吧。虽然他可能觉得他越来越不懂你了，但是他并没有要拦住你哦，继续的向前走，越走越前面，然后去看看还能够经历什么，还能够看见什么，然后去发现世界有多么大。好，我不喜欢被质疑。这一组的这个人哦，真的就是他不喜欢被改变、被质疑、被否定。就是我觉得如果你们太硬，或者是说对这一组太直的话，可能他会有所反弹。就是你跟他相处啊，可能要用比较温柔的一面去引导他，去开导他，而不是显现出自己的强势。虽然我觉得你们可能很聪明、很特别，知道了很多东西吧，但是呢，如果你们是以一个质疑的口气来跟他讲话，他应该会不爽、不开心，或者是说你们有很好的东西要提供建议给他，也要留心你是要怎么样跟他表达的。因为如果你觉得你的意见、想法比较好的话，是不是就代表说，对方他其实没有这么厉害哦？他就觉得，他宁可自己去闯一闯，自己去看一看，也不要你来指正他说他这个方向可能会有一些问题等等。他不喜欢被质疑，他喜欢被支持、被鼓励、被顺从、被崇拜。我有我的立场。好，这个人他说他有他的立场，他有他的想法。这个人很坚持自己的想法跟原则，然后我觉得他有点固执，可能不是一个很好沟通，或者是说很容易改变的对象。他强调说，我不喜欢被质疑，而且我有我自己的立场。我也承受了来自各方的压力耶，因为他前面就有说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而且还有对，心有余而力不足，这边还有我没有太多的心力来兼顾感情哦，因为他就是承受了来自各方的压力啊。那感情哦，如果又造成他的压力的话，他真的是没有办法兼顾，怕自己太在乎你了。刚刚有说过，他其实很害怕自己太在乎你，因为他想到你的时候就心神不宁。如果他太在乎你的时候，他真的很害怕他的人生失序，他会因为感情而就是好像把人生的步调都打乱了。他可能本来有计划要出国深造，或是有计划说接下来要争取什么样的一个职位，可是如果他太在乎你哦，他怕他自己原本给自己设定的目标都没有办法达到，甚至会为了你和他的家人起冲突等等的。他其实很害怕这一点，他有的时候感觉他自己都迷失了，他内心有很多很多的拉扯，有小天使，有小恶魔，然后有的时候想前进，有的时候要后退，有的时候又觉得他是不是就要放开，不顾一切的去爱你，可是他又会想到现实层面啊，哇，有很多很多的考量，然后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又会有点想要就是让你生气，那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觉得他自己都迷失了，明明是很在乎你，可是他又要故意去让你生气，就是开你玩笑。有的人反而是酸你啊，有的人是就是他会来否定你哦，他否定你并不是因为不爱你不在乎你，而是因为很在乎你，但是他又想要在这段关系中当王称后等等的，就是他自己也觉得他迷失了，一再强调他有他的立场，他真的很需要你们的支持跟尊重还有鼓励哦。对，我觉得在关系中他很需要就是被尊重、被崇拜、被好好的看待，就是我觉得与其说平等，他更想要稍微高一点的位置，就是他在这段关系中另外一半是可以捧着他、顺着他，觉得他好棒哦，觉得说不管
做什么决定，另外一半都会支持他，然后他可以引领这段关系前进哦，然后他可以去开疆辟土啊，他可以去实现他的梦想等等，他很想要被支持、被尊重，他内心有这种深深的需求跟渴望。好。难分难舍，这是一段难分难舍的感情哦。即使物理上分开了，心理上还是舍不得，或者是说你们根本就是纠缠在一起，就是生命就是这个连结啊、牵扯啊、纠葛已经很深了，根本就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分开嘛。我觉得你们这个人生的这个命运啊，他觉得已经就是被交织在一起了，没有办法分得很彻底。他自己也觉得，他前面这张牌说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放下你，没有办法分得很干净。但是现实层面，他又有好多压力要兼顾，他又没有办法，没有心力去处理这段感情哦。特别是你们也有倔强的一面，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好，他感觉自己迷失了，而且啊，接下来说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他在关系中有很多的期盼，可是当这些期盼没有去达成，都没有关系没有照着他理想的方式去开花结果的时候，他其实内心隐含的失望也越大，失望越大就是伤害也越大嘛。那他都不知道怎么样好好去处理这种失望的情绪哦。他在这段关系中是有很多很多的盼望，曾经希望跟你就是共组家庭啊，开花结果啊，两个人一起共度未来啊，反正很多美好的希望都有。但是如果有一个破裂了，好像其他的这个气球啊，其他的这个希望的光芒啊，也就接连的灭掉了。好，很深的期待，也很深的失望在里面。矛盾，既迷失又矛盾的心情。他说他其实很矛盾诶，如果这个希望是可以实现的，是能够达成的有多好，但如果没有，就是好像留下两个伤心的人，难过的人。他其实很矛盾，很矛盾，是不知道自己该前进该后退吗？难分难舍。好啊，他就算决定要分开，但是心里又很舍不得。他又其实不喜欢这样子的自己，因为他可能在生活中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可是却因为这段感情好像栽在这段感情上了，栽在你们手上了，哇，让他好像变得自己都不理解自己，自己都迷失自己了，自己好像都失去了这个人生方向盘的掌控度哦，不知道这个列车会开往哪一个方向，他感觉自己都迷失了。我们再看最后两张牌哦。哇，这张牌是他觉得他离不开你，因为你让人上瘾。前面说了，你们很特别哦，好，很特别，而且越认识你呢，越发现你身上有各种不同的面貌，很立体的一个人。接下来直接就说了，我离不开你，因为你真的很让人上瘾诶。哇，好像就是中毒一样，吸毒一样，喝酒一样吗？哇，他觉得你们身上有这种会让他沉迷啦，有的时候很像毒品啊。这段感情让他沉迷，就是会让他上瘾，所以他才会如此的难分难舍。好，我们再看最后一张牌咯。能回到从前吗？他实在是难分难舍，有没有机会再回到从前呢？有没有机会再回到从前那个见证过彼此美好的那个时刻呢？因为你实在太让人上瘾了，非常的好像没有办法戒掉你啦。好，所以他想问你说，能回到从前吗？
即使他现在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办法兼顾感情，他也希望两个人继续走，继续向前走，会不会就像一个圆一样哦？虽然表面上现在各自好像在自己的不同的方向上发展，可是因为是命运之轮，是一个圆嘛，最后绕了一圈之后，你们又碰头了，好像又可以重温重温彼此美好的这个过往，可以话家常，可以回忆起你们那一段美好的过往。我觉得他心中是有这个期盼跟期待在里面的哦。好，以上啊就是有关第二组朋友们你们今天的解牌啦。我觉得这个人他此时此刻有很多矛盾的心情，然后他也感觉到自己被迷失了，但是你们对他来说非常的特别哦，你是他人生中前所未见的一个风景，而且你让人上瘾，是一个就是非常的对他来说非常的刺激哦，就是非常的没有办法把目光从你的身上移开哦。只要一旦尝试了之后，就会让人呈现，让人沉沦。他其实自己很害怕这样子的感觉，他很害怕自己对你完全的敞开之后，他失去他对他自己人生中的掌握跟方向。然后他又蛮坚持他自己的立场、想法跟原则。这个人非常的需要被尊重跟倾听，你要顺着他的毛来摸。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好的一个时间点哦，你们再次跟他相遇的话，可以去倾听他，去理解他，去看见他内心的那一份痛苦跟失落，在他的倔强的外表下，在他的这个坚强的外表下，在他这个好像不屑一顾，觉得没有什么的这个外表下，他其实内在还是很在乎你们的，而且很需要被你们好好的去疼爱，尊重。好，讲疼爱，他可能会觉得没有，我不需要被疼爱，就是他很想要被你去看见、肯定、鼓励跟尊重啦。好，以上啊就是有关第二组朋友们你们今天的解牌啦。那希望今天的解牌有帮助到你们哦。如果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在下方留言，每一则留言我都会看。那就祝福选到第二组的观众朋友咯，我们下次见，拜拜。Hello， 选到第三组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们的牌。今天呢，全部都会抽字卡，全新的字卡哦，一起来看一下对方心中有什么话想对你们说哦，想说不敢说的话。那我们就直接来抽字卡咯。哇哦，第一张牌，缘分让我们相知相遇，是缘分让你们两个可以相知相遇相喜哦。我觉得对他来说啊，应该是蛮珍惜这一段缘分的。人生中这么多人，茫茫人海中，他竟然可以和你相遇哦，也许是他这辈子想都没有想过的事情。你们的交汇哦，很特别。想见你一面，好，你们有一段时间没有见面了吗？或者是明明还见过，前几天才见过，又很想要再见你一面，他对你很热烈的渴望的感觉哦。你的付出我都明白，好，你们也有相对应同等的对他的这个付出哦，他都明白，他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似曾相识，就像曾经认识。我觉得这一组很可能你们是这种镜像的灵魂哦，灵魂伴侣哦，似曾相识。你们可能在前世就已经遇见过了，那在这一世呢，又再一次的相遇，所以他会觉得说，你们两个好像不是陌生人啊，尽管才第一次见面哦，但是彼此却很有话聊，就是心中有一个莫名其妙的触动，好像会起鸡皮疙瘩一样哦，觉得我好像曾经在哪里看过你，在梦里梦见过你这样子的感觉哦，就是觉得我们一定是有缘分啊，或再一次相遇哦。好，
你是我梦中出现的那个人。哇，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心中有一个理想的对象，理想型吧。然后你竟然就活生生的出现在他眼前哦，有点像是美梦成真的感觉，似曾相识，就像曾经认识哦。因为他在梦里就已经看过你嘛，他可能在前世的记忆中就已经有你了。因为喜欢，所以情愿。第三组的他对你们的这个喜欢不用我说了，因为喜欢所以情愿。我觉得他因为喜欢你，愿意去为你做很多事情，很多事情，而且做的时候是心甘情愿的，心甘情愿去付出，好像为了跟你相遇，他为了去克服一些阻碍。然后也为了讨你欢心，为了让你更开心，为了让感情更顺利，所以他情愿做一些别人可能不愿意去做的事情，去忍耐一些别人不愿意忍耐的事情。哇，你让我心动，所以他很想要见你一面，你就是触动到他的心，让他非常的心动哦。好，对他来说呢，这个你啊，你让他很心动。如果可以甜甜蜜蜜的跟你在一起，就是他人生中最棒的礼物，因为你就是他的这个梦中情人。然后如果可以跟梦中情人在一起，甜甜蜜蜜的在一起哦，没有争吵，没有烦忧，快快乐乐在一起，那是他人生中出现的最棒的礼物哦，美梦成真呢。好，他其实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样子的运，可以跟你甜甜蜜蜜的在一起。如果可以，那就太棒了。你前进，我后退；你开口，我逃避。所以我会觉得这个人他好像缺少了一点点的那个运哦。好，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阴错阳差，两个人好像不断的靠近的铁轨，但是又不断的错开哦。有的时候呢，他向你前进，可是你却在忙你自己的事情。你可能身边有其他的人在追求，或者是有其他的人在认识，所以你后退哦。你可能觉得跟他还不熟悉，或者是说对方太过热情了，你就想要后退。那当你确认这个人可以的时候哦，你开口释出了善意，或者是表达出爱意哦，他却好像退却了、受伤了、逃避了等等的，就是你们两个的频率没有那么对在一起哦。一个人付出的时候，另外一个人没有接收到。当另外一个人好像回过神来，想要去为这段感情做一个推进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呢，可能就是有一点像是疗伤啊，或是逃避啊，因为之前的付出没有被接收到。我很难表达出真正的感受哦。好，对于你啊，他很难真正表达出他的一个感受。我觉得有可能是这个人本来就是不擅长表达感受，或者是说感受其实是有层次、很细腻的，他没有办法去区分，他没有办法跟你好好的沟通出他现在的这种感受的深度层次哦，他可能只能用一个很大方向的去表现。所以呢，有的时候呢，这个可能会让你们造成一些误会嘛。因为他在逃避的时候，他可能并不是因为不喜欢你，不爱你，而是因为他的这个心中有很多复杂的想法，但又没有办法言说啦，所以他可能会想要逃避，他可能需要一段自己的时间，好好的去思考，然后他也有害怕受伤的那一面，脆弱的一面。好，有的时候其实因为太爱了，所以就是反而会更小心翼翼的去面对你。我想要掌握一切他其实希望在这段关系中，他是可以去主导的嘛。好，时间是最好的疗伤药。谁受伤了呢？还是两个人在关系中受伤了呢？可能要看你们各自的状况但是从牌面上，我会觉得说，可能你们当中有一个人是有这种过去的伤痕，人生中累积的伤痕那
如果是对他来说的话呢，如果这个比较伤痕累累的人是他的话，他会觉得说，你给他一些时间哦，让他自己疗伤，就是他其实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让自己好起来，但是他相信时间过了之后，伤口就会自己好了，或者是说这句话是送给你们的。你们可能在遇见他之前，有过一段深刻令你心碎的感情，让你不再愿意去相信人，或者是说害怕再重新的全然的付出自己哦。他觉得他会等你，因为时间是最好的疗伤药，他会等你们慢慢的好起来。那如果呢，这个是说的彼此的关系的话，不管你们彼此过去的关系有什么样子的破碎裂痕跟瓦解哦，我觉得时间会重建一切，时间会让你们从断垣残壁中重新的盖出你们的城堡。我还没想好该怎么开口。好，对，他还没有想好要怎么跟你开口啦。也许你们之前有跟他提过一些事情，或是示好过，或者是试探他吧。但是呢，他逃避了，因为他还没有想好要怎么跟你开口回应啦。好想再听你说你仍然爱着我。哇哦！好想要再听你们说这句话哦，他也不确定你们是不是仍然爱着他，还是说再次联系你们只是保持一个友好的礼貌呢？你对他的情感依然吗？依旧吗？他好想再听你说，抱歉，不是你理想的样子，你是他的理想型，可是，他觉得他不是你的理想型，是不是？他觉得有这么一丝丝的配不上你们，你们在他的心中是很好的梦中情人的，可是呢，可能，他跟你最先设定的那个模样不一样，或者是说你们觉得他不错，但是你们希望他更好，你们就是对他有更多的期盼、想望，以及需要去他努力改进的地方等等的。那你可能提出过建议啊，你希望他在哪一方面多做一些啊，在沟通方面啊，或者是在事业方面啊，在金钱方面啊，或者是说怎么样的。他说抱歉，不是你理想中的样子，他有一点被打击到的感觉。好，你教会了我很多，我觉得他可能有听见你们的盼望跟期待，然后他有试图去努力变得更符合你们心中所想的那个样子哦。他说你们教会了他很多。好，我逼迫自己变得更强大哦。我觉得这个包含内在跟外在，因为他想要掌控一切哦。他可能觉得在你们心目中他没有这么强大，然后又不是你们就是理想情人，是不是？所以他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壮、更加强大哦，在外表上、在个性上等等的，或者说在物质基础上，他想要变成那种很厉害的人吗？或者是说非常吸引人的人吗？或者是他想要变得更加的强壮，无坚不摧，而且他这里用的是逼迫，好像逼迫自己长大，逼迫自己成熟，逼迫自己去面对他本来不敢面对、不想要面对的事情哦，他必须要这么做，他觉得他应该要这么做。我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很不一样，也许一个人是属于这种就是想要安静，就是如果两个人大吵的时候，有一个人会想要先出去避避风头，可是另外一个人会觉得很生气，你怎么在我生气的时候就离开了，不跟我好好的沟通，好好的哄我，或者是说你这样子离开掉头就走，我更生气，我宁愿把话好好的说清楚，吵架都没有关系。但另外一个人可能就是很不想要吵架，他就想要觉得他离开了，那让两个人都冷静下来，再消消气，或者是有一个人就是习惯说一吵架就是几天不联络等等的，就是你们两个也许面对争执、面对冲突的方式很不一样，包含了感情的沟通等等。那虽然磨合上有一些困难，有一些阻碍，我觉得他并不会因此而不爱你，因为他就说因为喜欢所以情愿，只是说这样子感情他会比较累，因为他就是很努力的想要去克服嘛。
所以想靠近又害怕受伤。好，也许两个人拥抱的时候都发现对方彼此身上有一些刺，都刺伤了对方哦。彼此都带着前一段感情或是原生家庭的一些伤痕来到这段关系哦。所以呢，当关系中靠得很亲密的时候，可能身上的那些刺又会竖起来了，想靠近又害怕受伤。有很多事情我无法掌握，他想要掌握一切，但是他又觉得在这段关系中其实很多东西他都是没有办法掌握的。那今天如果他变得更强大一点，他是不是就能够去有力量、有肩膀，或者是说有权利去掌控更多的事情呢？好，下一张牌。想到你有很多复杂的情绪他前面说你是我梦中出现的那一个人，但是他却很难跟你表达出他真正的感受。他想到你有好多复杂的情绪明明就是遇到你，他觉得很开心、很幸运，好像梦中情人美梦成真出现在他眼前，可是两个人好像又有这种一个人前进的时候，一个人后退；一个人付出的时候，一个人逃避然后这样反反复复的循环有的人还有就是靠近又分开，靠近又分开的感觉所以他想到你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情绪掺杂在里面呢。喜欢你，但又害怕你让他心动，但是也有一点心酸的感觉时间会证明好，时间会证明，也许这个证明是他有一天会变得更强大，有一天他会更好的以更棒的姿态回归在你面前展现出他最理想的样子，就是你可能曾经期盼过、期待的那个他想要凯旋归来，在你的面前。现实的阻碍令人无奈，这组的朋友也许此时此刻的你们有一些现实情况的这个阻碍所以第一张牌他说缘分让我们相知相遇缘分其实让你们遇到了，他觉得很惊喜，然后他也很珍惜是一个很棒的礼物。可是实际上这段感情再发展下去是好像并不是这么一帆风顺，开展的时候很好，很美好，一切都很棒，然后鸟语花香，可是走着走着，可能天空就下起雨来了，可能就有乌云密布的时刻了，有一些阻碍，两个人可能是因为疫情分隔两地，很少见面或者是说两个人目前处在人生中不同的一个阶段有一个人呢正在拼事业，在打拼，在上升期，可是有人他想要安定，就是心境上也许对应到的不一样，或者是说你们有一些现实上面的年龄差，有的人则是有阶级阶层的，或者是说家世背景的一个差异然后可能也会因为这些阻碍让他觉得很无奈，突然的大雨阻挡了他前进的路。好，我觉得这个也是他觉得好像突如其来的这个瓦解吧。好，他本来可能计划着他就是要朝你靠近了，朝你就是对你提出一个邀约、邀请、复合、见面，好，展开。他本来也是有铺路的，可是呢，突然下了一场大雨，在他生命中，他好像淋得满身泥泞他就只能等在原地，坐在原地，他没有办法，没有力气继续走向你的感觉好，也许这个是你们身边出现了护花使者，或者是说你们身边出现了比他更优秀的对象吗？等等的，他会觉得这个也是他好像晴天霹雳的感觉。
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哦。不知道这场大雨会下到什么时候，我不知道雨停了的时候会不会已经人走茶凉。你还在那个他看得见的地方吗？还是你又前进得更远，他再也看不见你了？会不会最后连背影都看不见了呢？你其实是他生命中最想留住的那个幸运，因为你就是他的梦，美梦成真。他不知道他有没有那个运气可以甜甜蜜蜜的和你在一起。我不断的想要证明自己，这个人哦，他其实好像有一个，好像很想要自我突破、自我证明，而且他是用逼迫自己的方式，也许是比较残忍的方式去长大、去成熟。也许他给自己很多的压力，或者是说，我觉得这个人也许就是有一些完美主义，或者是就是有一些自我期许吧。那在某一个目标上，他不断的想要去挑战，不断想要去达成，然后他希望你也能够看见他的这个努力吧。好，我觉得这个目标应该是跟你有关的哦。我在寻找人生的方向。好，我不断的想要证明自己，他不断的想要证明自己，那他也在寻找他人生中，应该要怎么走？我觉得这个方向并不是说他就是一个好像对人生没有规划的人，而是我觉得这个路上他是一边摸索一边前进，也许是走走停停，他可能已经给自己设定好了一些蓝图，但实际走上去的时候，发现现实跟他想的不一样，他必须要不断的调整，不断的精进，才能够更去达成那个理想的他自己哦。同时我觉得他的这个方向跟目标也要修正哦，因为也许你在远远的时候，你想象中你的未来是这样，可是当你更靠近这个点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眼前的景色不一样了。所以你的人生呢，有了不同的历练、不同的想法之后，你可能想要去的地方又不同了。我觉得他一边成长，一边在找寻他要的方向哦。没有这么多为什么啦，前面有一张因为喜欢所以情愿。好，所以我觉得他对你做很多事情，他是心甘情愿的，没有那么多为什么。然后另外一方面，也许你们常常问他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会那样子哦，他也觉得说，其实他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啦，没有那么多为什么。不要把我这边写错了，不要把我和别人比较。好，不要把他和别人比较。可能你们曾经有过嘛？把他和别人比较，但是因为他觉得他不是你那个最理想的一个样子哦，所以他会有一点点觉得自尊心受挫。他希望你不要把他和别人比较，比如说，别人的男朋友都怎么样，别人的女朋友都怎么样，或者是说别人的老婆都怎样，别人的老公都怎样，就是在言语之中，我觉得他比较敏感，可能你稍微透露出一些，他就会觉得你是在比较，因为他本身的这个自尊心就已经有受挫了，他本身就先入为主说，其实他可能不是你最好最优的那个选择，所以当你稍微有也许你并不是真的在比较，你只是分享说，你的朋友的谁谁谁，或者是说谁谁谁怎么样，他就觉得他被比较了。好，我很累的时候别烦我，因为他正在努力逼迫自己变得更强大，他觉得他需要休息，他也是有脾气比较就是压不下来的那一面啊。谢谢你来到我生命中，有的人是来过他的生命中，他很感谢你出现，绝对的，他前面就说啦，你是他生命中这个很棒的礼物有的时候不想说话，好，你们必须要明白，这个人就是有一个，他需要自己空间的时候，在这样子很累的时期哦，你不要去好像一直抓着他，问个结果，问个所以然来，或者是说你就是很开心的分享你的事情，其实他有的时候就是很累，他好想要一个人静一静吧，好。他不想要说话，也许啦，白天已经说了太多了啊，晚上可以休息的时候他就不要说了。好，你很特别哦，
这张牌上一组也有出现过哦，所以哇哦，你们很特别，对他来说很特别的人，梦中情人。好，这边又出现了一次。现实的阻碍令人无奈，现实中太多阻碍，所以你们到底是有多少的阻碍啊？好像不止单一个阻碍，也就是也许是解决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又冒出来嘛。好，我觉得你们这一组有一点点的，就是对他来说啦，好像太多他需要克服的东西嘛。好，当他觉得阻碍太多的时候，比起处理这些阻碍啊、感情的问题，他更想要去做一些让他可以放松的事情哦。就是当他累积到压力到一定的时候，我觉得他可能会暂时的逃走哦。那因为他觉得就是很累了，他就是需要自己一个放松的时间跟空间啦。他更想要投入在他的兴趣中。你很棒，对自己更有自信一点。其实他前面就说了，你们很特别，你是他梦境中的那个人呢。可是也许你们不觉得你们自己那么棒，我觉得是不是两个人都有，就是对自己稍微的没有自信，都觉得对方比较好吗？好，他也觉得是不是，你不是。你的眼中他没有那么好，所以他说抱歉，我不是你理想中的样子。可是他说你很棒啊，你要对自己更有自信一点。就是也许你们也觉得，对方好像不断的在前进吧，然后会可能担心说自己被抛下了，还是怎么样的呢？好，两个人好像各自都有这样小小的脆弱在里面。是我没做好，你不需要自责。这段感情啊，也许最后没有走在一起，或是还没有达成这个圆满哦。但是他想要跟你说的是，并不是你们需要去负责，或是自责，或是悲伤、难过，或者是懊悔哦。他自己把责任揽在他的身上，他说是他没有做得很好。你这边你并不需要自责，你并不需要一直回想说，如果回到那个时间点，我多说了一句什么话，或者是说我少说了一句什么话。我在那个时间点呢，多做了一件事，少做了一件事，是不是今天就不会走到这样子的结局？如果你们有反复的这种想法、自责的话，他其实想要告诉你，不需要，是他这边没有处理好，希望你们可以释怀吧。他说他也受伤了，好。他也受伤了。这一组的朋友，我想要多再帮你们抽一些牌，因为我想要再详细的看一下他的内心，好吗？我有时候会失去理智，哇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特别是在他压力很大，在他比较闷的时候，在他不想要说话的时候，你真的需要让他去放松，让他去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情哦，不要钻牛角尖，不然他有的时候会失去理智的。那可能就会在冲动下去做了一些决定，说了一些话。我希望我是有价值的，他很想要去证明他自己。前面也说他逼迫他自己变得更加强大。这个人非常的在意别人是怎么看待他的，以及他在这个世界上，他在这个社会上，他有什么样子的贡献。也许他会觉得，如果他今天有一个很好的职位，很体面的职称哦，他就是一个受人尊敬、有价值的人，或者是他能够赚很多钱，或者是说他能够被别人需要、被别人深深的爱上，他会觉得他是有价值的。好，有时候我只考虑自己。他说他有的时候可能在处理感情问题的时候，他比较自私吧，他也有自私的一面，只考虑到自己哦，或者是说，特别是他已经被情绪淹没、失去理智的时候，他那时候就顾不了你，没有办法考虑那么多了，而且他也受伤了。这边出现了，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在意形象的人，他很在意别人怎么看他嘛，他很在意他在社会大众中呈现的那个样子一言一行，别人是怎么形容他，以及你是怎么跟朋友谈论他所以他很在意他的形象。你当然不能
把他和别人比较，然后他前面又说不是你理想中的样子，我觉得他就是很 care 这个，他很在意在你的眼中他是不是很美好的那个自己，因为你们是，因为他前面就说哇，你就是我梦中出现的那个人哦。可是如果说你们并不是这么想的话，你们并不是觉得他是最优的、最棒的话，他会很受伤，因为他非常的在意他是不是有价值的，在你们眼中他是不是很棒的，他不断的想要证明自己，不断的逼迫自己变得更强大。你让我看见不一样的世界。好，第三组的朋友他说，你们的出现啊，让他看见了不一样的世界哦。也许呢，是因为他接触了不一样的兴趣，认识了不同的这个朋友圈、生活圈，或者是说呢，我觉得你们两个可能就是处于一个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哦，你就是直接打开了他的一扇窗，你让他认知到，世界上有这么多新鲜有趣的事，或者说世界上有这样子的一群人是这样想的。好，也许你们是一个理性，一个感性吧。那他如果是比较理性的，他终于能够看见比较感性的那个世界，或者是说他是比较感性的，然后他能够看见另外一个就是可以很逻辑性分析的那个世界。我承认我有点外貌协会，这句话其实是说，哇，我觉得在他的眼中，你们真的是很得他的眼缘，那你的外貌他非常的欣赏，一见钟情吧，你是他的梦中情人，他在心中理想勾勒的那个蓝图，然后你们就是对了他的眼啊，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最后一张，好，最后一张牌咯，需要一个释怀让它过去哦。好，需要一个真正的释怀让它过去。我觉得这个它指的是你们过去可能有一些纠结纠葛，或者是一个心结吧。那你们彼此之间真的需要一个好好的释怀啦。对于对方啊，曾经伤害过你的事，你对那一切就是时间是最好的一个好像解药吧，你可以对这一切随着时间过去了，你渐渐的不会这么的耿耿于怀。那对于他也是，也许他曾经觉得他很努力对你们付出，可是你那时候却没有给他一个很深切的回应。对于他很在意的部分，他很在意他不是你心中理想的那个样子，他必须要逼迫自己证明自己。也许他也需要一个释怀，彼此都需要彼此一个和解，深深的和解，真正的释怀，真正的看见彼此在这段感情的付出跟脆弱，以及彼此的一些无力跟不足。好，可能两个人都有那个心，可是现实的运行上没有办法让这个心真正被放到他想要去的那个位置哦，所以就让这些过去的一些误解啊、埋怨啊、错过啊、无奈啊，让它过去吧。因为让它过去哦，唯有让它过去，你们两个才能够重新的开始，在一个真正的好像忘掉过去，忘掉那些好与不好，重新来过，重新开始，重新认识彼此的感觉，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和解。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啊，其实你们的爱是有的，而且我觉得是浓的。那只是说这当中啊，如果说曾经有一些误会啊，曾经有一些错待啊，必须要去释怀它、调解它，或者是说改变你自己的思维模式，让这件事情过去哦。我觉得要正视自己，你们自己的内心，弄清楚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的时候，你其实在跟他相处的时候，你会知道你要怎么跟他去表达你自己的需求，也更懂得如何去爱他。那当你们的一个观念转换的时候，也许
你会发现你跟他相处的模式没有变，也许跟过去差不多一模一样，但是你们更加心甘情愿了，或者是说更加对待这个感情可以更开放更包容，因为你是为了你自己想做而去做的，因为你理解到对方在你生命中是很重要的，所以你也是为了爱心甘情愿的去做很多事情。那你并不是为了责任或者是为了义务，因为没有说你一定要跟他在一起，你也可以去跟别人在一起啊，因为前方也是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那如果你选择要跟这个人在一起，或者是说跟他有一个很好的完成哦，这并不是为了责任跟义务，而是因为情愿哦。所以这个当中就是有一个很饱足充实的爱的一个力量，你要愉悦的享受你自己这个爱的力量，而并不是好像因为爱而去背负了很多压力跟责任哦。因为你的这种心甘情愿是很重要的，要是带有委曲求全，带有一丝勉强，其实对方也会知道，然后他其实也会感受得到，那他就会想要逃避，或者是说他想要改变自己来成为你的理想、你的对象、就是你的理想的那个对象哦。所以你对他来说其实是一个挑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他其实也给自己很多的压力。那我觉得只要你们正视自己的内心，承认这个人，或者是说你发现这个人很重要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我觉得在跟他相处上，很多事情你可以用爱去包容他，或者是说用爱去理解他，因为你会好像更加理清你人生中的优先顺序吧。因为你可以选择不要爱他，不要跟他在一起，那既然你是选择了要爱他，要跟他在一起，那你就忠于自己的选择，或者是说甘愿去做一些事情哦。其实这边有一张牌啊，时间会证明一切哦。我觉得这张牌很棒，也许说看他前面也说了，因为他喜欢你，所以心甘情愿。好，也许说时间呢，在目前呢，你会觉得好像不是站在你这边的，好像从过去到现在这个时间点来看，你好像看不出来有什么的力量在帮助着你们这段感情。可是我觉得其实有的，因为至少你跟他的线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的断掉啊。有的人真的说散就散，然后再也不会相遇，再也不会相见的。可是你们没有，你们的线还是牵引在一起的。他对你的喜欢还是在的，时间会证明一切。如果你们也喜欢他，你们就用爱去好像包容他，不要太斤斤计较、钻牛角尖，或者是说梗在一个过去，让自己过不去。好，以上呢就是有关第3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那今天帮你们抽了比较多的牌，希望呢今天的这个解说可以帮忙到你们。那如果有任何问题啊，都欢迎在下方留言，每一则留言我都会看。那就祝福选到第3组的观众朋友咯，我们下次见，拜拜。